DIY 结构件普通 PLA 强度不够，所以我换了个材料，比同体积 PLA 打印的结构件还要轻，强度却堪比金属。打的一个测试件，一个半弧形，没有做退火处理。 感受一下它的强度，表面一点事儿没有。普通 PLA 打印的模型60-70度就会变软发生形变，而用这个材料打印的模型，形变温度在176度。我用的是3氯的 PA12-CF 尼龙碳纤维增强材料，密度仅有1.04克每立方厘米，却能达到163兆帕的抗弯强度，耐磨耐刮，抗低温抗高温。像骑行头盔、无人机零件需要轻质高强度的产品，都会用到尼龙碳纤维增强材料。现在家用3D 打印机也可以很轻松打这种材料，有一些使用注意事项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是这个材料的保存会比普通材料的要求要高一些，因为它很容易吸水，而打印它又要求材料处于干燥状态，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密封干燥箱。在每次打印前，最好也再进行一下烘干处理。我用的是3氯 E2 干燥箱，触控屏上可以选择要烘干的材料，它会自动调整温度和时间，当然也能手动调整。等待一段时间就自动完成烘干了。如果你经常打印，可以直接开启这个模式3，它是一个自动烘干模式，你可以设置一个40到50之间的湿度阈值。当干燥箱内部湿度高于这个阈值的时候，它就能自动启动烘干，保证里面的材料随时拿出来就能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拿出来，直接通过箱子的孔位来送料。无论是从左面、右面、上面还是侧面，都可以直接送出耗材。可以用干燥箱送的特氟龙管直接连接箱子和打印机。除了尼龙，平时我在使用碳纤维、PETG 等等这些容易吸水的耗材的时候，我都会先烘干一下再去打印。 毕竟烘干一下的操作远比打印失败重新来，甚至堵头去清理要轻松得多。耗材烘干完，开始打印 PA12-CF。你的打印机要更换为硬化钢喷嘴，因为耗材的强度比较高，普通喷嘴有点遭不住，用几次可能就磨坏了。这是耗材建议的打印参数。那我的设置是280度的打印温度，风扇设置0%到60%，打印速度外强60，正常100毫米每秒。使用 PEI 纹理板，用了几台不同型号打印机打印，都很顺利的完成了。还有要提醒注意的一点，在高温 打印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有机物的挥发，所以建议在独立房间打印，保持好通风，或者用一个我这样的负压风箱把机器封起来，持续向外排气，确保使用安全。打印完冷却后的零件就已经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级别了。打印完的模型相对于普通 PLA 打印的会自带这种磨砂的表面效果，能够很好的掩盖层纹。刚打印完的模型其实强度已经很高了，但是 FDM 3D 打印它这个每层之间的强度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，所以建议还是做一个退火处理。继续使用3氯的 E2 干燥箱就可以完成。把打印件放在这个镂空的零件盘上 ，PA12-CF 的退火温度建议90到110度，进行2到3个小时的退火，这样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打印件的强度，也能减小打印件的内应力，减小形变。基于这个流程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打印你想要的结构件了。无论是制作小型齿轮结构，还是更大的传动结构，直接完成高强度的商品级产品。近期3氯家的活动力度也比较大，不只是这些工业耗材，像这个我打印的拉布布系列，也都是用他家的 PLA 加打印出来的，也是效果很好。 直接一次成型，耗材的料盘也都更新成了可拆卸再次利用的，支持拓竹的全系列机型。活动力度比较大的还是这个干燥箱，现在有30带1000的券，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对了，还有下单前跟客服说一下我的 ID， 就说博主分享来的，还有额外的满赠活动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分享对你玩3D 打印有些帮助，希望能够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另外，如果你对尼龙碳纤维材料或者是烘干退火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，都可以留在评论区，咱们一块儿交流讨论。那下期见。